嗨，大家好。在今天这期节目里边，我会和大家聊一下房车的侧壁结构，其中就包括了房车的内外蒙皮、龙骨框架，从它们的诞生之初到今天的最新的一些技术变化以及材料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在家庭环境当中去改装或者是制造一辆房车的时候，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侧壁结构才是最佳的方案。看完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所收获。在房车出现的这100年之间，侧壁结构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的发展。从100多年前的来自于马车时代的技术，轻型木框架加上帆布的组合，说白了呢，它就是一辆货车加上篷布。到了上个世纪的30年代，木质结构的框架加上胶合板蒙皮，就比如说著名的水滴房车就是这样的方案。再到了2战之后，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木质框架加上波纹铝蒙皮，直到今天时下最流行的铝合金框架加上玻璃纤维蒙皮。我觉得这4个阶段也是人类材料技术发展的一个缩影。轻型木框架加上帆布的组合，这其实上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过渡时期。严格来说呢，它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房车。时间回到1910年，福特把 T 型汽车送入了寻常的百姓家庭。自此呢，人类进入了汽车时代。于是人们就纷纷动手自制帐篷房车，用帐篷房车来进行户外露营和短途旅行。这样的帐篷拖车它的结构非常简单，重量也非常的轻。即便在当时，福特 T 型汽车的牵引力，发动机力量非常小，但是也能够勉勉强强牵引它吧，不能说轻松吧。在当时福特 T 型汽车搭载的 2.9 升4缸发动机，如果说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 2.9 升的排量它已经算很大了，对吧？但是呢，受制于100年前的机械加工精度，这台发动机它最大的输出功率仅仅是15千瓦。那么15千瓦又有多大呢？我用今天的汽车来做个对比。在今天我自己所知道的中国最小排量的汽车大概是比亚迪 F0， 它的排量仅仅只有 1.0， 实际上呢只是 0.9 几，连1都不到。但是它的输出功率却可以达到50千瓦，也就是说它的排量只是福特的1/3，但是呢，它输出的功率却超过了福特的3倍，那么它的整机效率就是福特发动机的9倍还要多。所以就说，在100年之前，汽车的牵引力已经决定了它后边的拖挂房车不可能太重。那个时候的帐篷旅居车，由于它仅仅是一个带轮子的帐篷，它没有墙壁，也没有顶棚来和自然环境做隔离，所以呢，保温材料自然也没有办法用上。人的舒适程度呢，只能由天气来决定。在野外甚至还有被棕熊以及这些猛兽来袭击的危险，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帐篷露营车它走不了太远，注定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故事要从一个叫做米勒的房顶油漆工人说起。1930年，美国进入大萧条时期，米勒失业了。他待在家中的这段时间呢，他凭借着对油漆调配的丰富经验，他试着用煤焦油和汽油的混合物开发了一种用于修复汽车帆布顶棚的涂料，它称之为汽车顶棚振奋剂。很多朋友可能会奇怪汽车顶棚怎么会有帆布呢？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工业技术落后，冷轧钢板的厚度它做不到很薄。像今天我们的车顶上用的 0. 几毫米厚的钢板，这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东西。手撕钢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有印象，对吧？手撕钢就是 0.02 毫米以下的冷轧钢，这是我们国家前几年才攻克难关造出来的东西。冷轧钢的批量生产更是去前年才开始的事情。所以就说制造很薄的钢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100年前，假如说汽车车顶上用一块2-3毫米厚的钢板，那么它的重量将达到几十上百公斤，这会让汽车头重脚轻，重心的升高还会影响驾驶的安全，并且呢还会浪费更多的燃料。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绝大部分的汽车车顶都是由木龙骨框架作为支撑，再加上帆布来作为外蒙皮制作而成的。顶棚的老化、漏水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常见的问题。米勒的这项发明呢，就是在不用拆卸顶棚、更换帆布的前提下，用这些黏糊糊的材料给它刷一遍，让老化的顶棚呢又可以再凑合着用一段时间。不管怎么说吧，他的这项发明是成功的，很多人都买他的账。米勒把他的涂料店呢开到了各大工厂的门口，做起了工厂职工们的生意。当这些工厂的下班铃一响，那么米勒的生意就来了。他的商店门口也会停满了各种等待进行顶棚修复的汽车。随着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以至于他每天都需要在不同的店之间进行往返和奔波。为了能和家人们能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米勒决定制造一辆可以真正当成家、有着硬质外壳的房车。于是呢，他从垃圾场里边用废品价格收购了一些车轴、底盘等等的一些钢铁零件，然后呢，再用木框架和胶合板蒙皮制作了一个简单的房车。当然了，米勒的这辆房车呢，肯定不是最早的使用木框架和胶合板技术制作的房车，但是呢，这种形式的房车就是在这个时代、这个时间点上大量出现的。如果说朋友们看过我之前讲房车简史的那几期节目的话，应该会有印象。在美国大萧条期间，因为人们纷纷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园，并且呢需要去更远的地方寻找工作机会，就有了住在房车里边的需求。因为大家手头都不宽裕，所以呢大型的豪华房车都无人问津，于是呢历史上最便宜的房车水滴就开始大行其道。米勒的这辆房车我看起来它就是水滴的初始型号。有一次，米勒如同往常一样拖着房车带着家人一起出行，在半路上看见天色已晚，就开始寻找露营地。他找了很久，发现了一个乡村学校，里边有可以停车的空地。更巧的是，这学校里边还有一口水井和公共厕所，这可真是露营的好地方啊。其实呢，这100年前的房车生活和今天区别也不大，大家呢都在找水源、找厕所。米勒在这间乡村学校扎营没多久，因为当地很多人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样子的房车，都纷纷凑过来看热闹。当场呢就有人提出来想要购买米勒的这辆房车，还开出了一个让米勒非常心动的价格。最后米勒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数着手里边的1沓美元，他把他的拖车卖了。而此时他们正在离自己生活的城市还有1天车程的路上。虽然说妻子在一旁抱怨着自己的家已经没了，但米勒心里边却开心极了。稍作休整，米勒立刻着手开始第2辆房车的制造。如同上一次一样，他又去垃圾场里边用废品价格收购了底盘和车轴，迅速的呢又搭建出了第2辆房车。可是呢，刚刚造出来没几天，又有人过来把它买走了。也不知道米勒的妻子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不过呢，这时候米勒突然灵光乍现，做房车生意比搞那个破涂料挣钱多了。于是呢，他在一家木材厂里边租下了一间闲置的棚子，投资了90美元，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名字叫做 Sportsman Trailers 运动员拖挂房车公司。他还说服了给他租房子的这家木材厂，每次呢给他赊一批木料进行房车的制作，等房车卖掉以后再去给木材厂去结算材料钱。自此呢，米勒的房车工厂正式开始运营。随着米勒的房车开始步入正轨之后，一个服装富商的儿子舒尔特出现了。他收购了米勒的这家公司，并且呢整合了其他的几家房车工厂以后，在纽约以 Field and Stream 品牌、田园溪流这个品牌来进行销售。米勒的房车呢作为这个整合品牌的低端型号，被定价为168美元进行出售。我查了一下，在1930年，美国人的平均工资大概是1550美元每年，平摊下来呢，也就是130块钱一个月，大概呢1个半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一辆米勒的房车，确实是很便宜啊。木框架、胶合板来做外蒙皮，作为一种入门级房车的制作方法，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因为它只需要一些手持类的简单木工工具就可以进行制作，它不用涉及金属加工、焊接、机械设计等等这些领域，所以呢，它就可以理解成一个带轮子的大号的橱柜。今天如果我们在家里边去制作一辆这样的木框架、胶合板蒙皮的水滴房车，那么配合上今天我们的人造树脂、玻璃纤维板或者是铝板来做防水层，那么这辆车的防雨性能、耐候性能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我非常推荐有动手能力的朋友们呢，自己在家尝试一下这个方案，像制作橱柜一样的去制作房车。在今天我们在家去打造一辆这样的胶合板蒙皮的水滴房车，它非常的简单。因为随着我们人造木板材技术的发展，就比如说像欧松板、多层板，它们的机械强度、防潮性能以及耐变形性都要比直接使用实木木龙骨要高出非常的多。所以呢，只需要在层板上切割出来我们所需要的侧壁的形状，就可以用这个木板直接来做侧壁，来支撑整个顶棚了。并且呢，这样的侧壁它已经足够的结实。用这些集成木板材来做侧壁的话，重量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比如说1.8厘米厚的一张多层板，标准尺寸呢是1.22米乘2.44米，它的重量接近60到70公斤。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想把这样的墙壁做成多层结构，中间还要加一层保温层的话，那么每一个侧壁就需要用2张多层板，中间还要加上木龙骨的重量。那么一辆车它的2个侧壁的重量可能就会超过200公斤，这对于那么小的水滴房车来说就太重了。
所以呢，我见过的几乎所有 DIY 的水滴房车，它的墙壁都是单层的，不再专门去做保温层。这样的超轻型水滴房车它通常也没有专用的空调系统，因为它的定位就是在天气条件良好的情况下进行短期的露营使用。至于外侧蒙皮使用胶合板的这个事情呢，倒是从100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胶合板它可以很容易的去弯曲成一个所需要的曲面，来贴合顶棚弧度的曲线。但是随着材料技术的进步，今天的水滴房车都会在胶合板的外边再增加一个防水层。这个防水层的做法通常有2种，第一种呢是使用成品玻璃纤维板或者是铝合金蒙皮，把它们喷涂胶水以后，直接粘贴在胶合板外皮上，并且呢用滚筒滚压紧实，在玻纤板或者是铝板的交界处的缝隙处，再使用螺丝或者是铆钉进行固定。最后呢用钉机胶带在它的接缝处做防水处理。最外边呢再用一个角铝来做压条，来保护钉机胶带。这种操作方法它非常的快速，甚至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就可以打造一辆这样的水滴房车。但是它的问题就是来自于防水层的交界处，这就是它最薄弱的部分。在国外，因为房车产业它非常的成熟，如果使用铝合金外蒙皮的话，可以直接购买到各种宽度的专用铝蒙皮。在这种铝合金板材的一边，它带有防止雨水倒灌的一个插槽，它是预先使用大型折弯机进行加工的。有了这个插槽以后，2片铝蒙皮的交界处它就能进行良好的密封，并且呢不需要额外的去做防水处理。但是这种带折边的铝蒙皮我在国内我没有见过，所以呢在国内我们如果要自己改装房车的话，用铝蒙皮可能不是一个太好的方案。前面呢我们说的就是第一种外蒙皮的做法，用成品的玻纤板或者是铝合金板来做外蒙皮。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用复合材料手糊成型，通俗些说呢就是手糊玻璃钢，再通俗些说呢就是小孩子们做的会唱歌的那种摇摇椅。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大家还有印象吗？这个摇摇椅呢就是用手糊玻璃钢成型工艺所制造的。所谓的玻璃钢呢，它的名字的由来就是它拥有和钢材相媲美的强度，却只拥有塑料的重量。玻璃钢是2战后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复合材料技术，它曾被大量的用在飞机、螺旋桨以及整流罩、雷达天线上边。它是一种使用短切玻璃纤维粘或者是使用玻璃纤维织物和合成树脂复合而成的一种材料。合成树脂作为基材，加上玻璃纤维作为结构加强材料，树脂包裹着这些玻璃纤维，并且呢保护着玻璃纤维。它的原理呢就和混凝土里边加上钢筋就能支撑起摩天大楼是一样的道理。玻璃钢拥有几十年的使用寿命，它的耐热、耐厚、强度、重量、防水等等的性能都非常的完美。所以呢现在的各大房车厂商所流行的外蒙皮材料就是玻璃钢。我自己的房车制造方案也准备采用大面积的玻璃钢手糊成型来制作它的外蒙皮。所以呢在之后我会做非常多的测试视频，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只是一带而过的先讲一下。说起来玻璃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西方国家的环保成本它非常的高，玻纤布卖得非常贵，所以呢国外的房车制造者们就找到了一种玻璃钢的代替方案，他们给它命名为 PMF。 这个名字就非常有趣， PMF 它的意思就是穷人版的玻璃纤维。一开始我也不理解，一个玻璃纤维布它究竟能卖到多贵呢？它居然都能搞出穷人版的解决方案。后来我查了一下，在亚马逊上50英寸宽10英尺长的一块6盎司的玻璃纤维布，它的售价是149加币。按照今天2022年7月份的汇率 5.2 来计算的话，也就是说这一小卷玻纤布它居然要卖774块钱，这还并没有算上运费以及税费等等东西。这个玻纤布如果把它换算成公制单位的话呢，50英寸乘以 2.54 厘米，也就是 1.27 米宽，1米2多一点，长度10英尺乘以 0.91 米，也就是9米1长，算下来呢也就是 11.5 平方，就要卖到774块钱，而且还没有算上高昂的运费。并且呢真正的玻璃钢施工的时候它需要非常多的玻璃纤维层才能达到所需要的强度，从3-4层到14-15层不等。哪怕一辆很小的水滴房车，它的表面积都轻松的在20平方米以上。所以呢774块钱的玻纤布只够贴半个车，大概呢要花1500块钱才够玻纤布贴满1层，如果贴10层那就要15000，所以呢它确实是非常贵后来呢我对比了一下国内的同样型号的玻纤布，在 PDD 上同样的一块1米宽10米长，也就是10平方，它的价格是87块钱人民币。
还包邮，所以说呢，在西方国家基本上是我们这边的10倍价格，难怪他们会搞出这个 PMF 穷人版的玻璃纤维来。说起来啊，这些基础材料、基础零件，我是非常有感触啊。要说我们在国内和国外相比，经常都觉得啊，咱们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但是呢，就购买这种基础材料和零件这件事情来说，中国啊，这绝对是世界上最牛逼的地方。在2年前，我自己改装了一台加工金属零件的 CNC， 在做一个自动换刀机构的时候，我需要用到内径是1厘米的几个规定尺寸的弹簧。在国内的话，我们的解决方案呢，就是打开网购平台去搜索一下，对吧？几十个弹簧只需要几块钱就包邮到家。但是呢，做同样的事情，一个国外的哥们儿，他呢需要用自己的车床，用一个加力扳手去使劲的去扳那个车床来自己绕制弹簧。弹簧绕制完之后，一身臭汗，还要进行热处理。所以呢，这4个小小的弹簧，他做了整整的小半天。因为在国外啊，这些消费品它超级的便宜，但是呢，这些基础零件、基础材料它并不是消费品，所以很难买得到。言归正传，现在我说的这种穷人版的玻璃纤维 PMF， 它就是一种用日常的消费品来代替玻璃纤维的一种方案。这些外国朋友们的做法呢，是用一些化纤材料的传单来代替玻璃纤维。他们呢，把传单用钉枪或者是钉子简单的先固定在房车外边的胶合板上，再用树脂材料来滚脱多层来进行保护，这样呢就做出了低配版的玻璃纤维加强树脂防水层。它的强度和使用寿命会比我们真正的玻璃钢会低很多，但是呢，用在这样小成本制作的小房车上，它已经足够好了。这样的方法我觉得可以在国内进行普及一下，因为我曾经看过好几个国内的网友自己在家里边做房车的视频，他们呢基本上都是用一种搭建简易房屋的方法的一种思路来做房车，屋顶防水呢都做得非常草率。如果他们使用这个 PMF 的方案，就是一个传单再买上2桶树脂涂一下就好了，它的综合成本啊绝对不超过200-300块钱，但是它的防水性能、耐候性能将远远超过用耐候胶去缝缝补补来进行填缝处理，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因为它是一体成型的嘛。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先和朋友们聊那么多。房车制造里边的4种侧壁结构，今天我们介绍了2种。第一种呢是来自于马车时代的木框架加上篷布，第二个呢是木框架加上胶合板蒙皮，以及到了当今我们对这个方案的一个升级版本。等到下一期节目里边呢，我会和朋友们接着聊曾经风靡了几十年的一种方案，木框架加上波纹铝蒙皮，以及时下正在流行的铝合金框架加上玻璃钢蒙皮的工厂制作方案。本期节目呢就和朋友们聊那么多，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